2021年7月2号，我们到 Lake Louise 的第二天，我们一大早6点半就从住处出发，前往 Marine Lake。公园可能为了控制车流量，封闭了从 Lake Louise Drive 到 Marine Lake 路的左转线。我们要开到 Lake Louise 掉头，再从路口右转才能进去。按照我们计划的行程，今天先去 Sentinel Pass Trail， 下来后如果有时间再去爬 Tower of Babel。当然不管我们行程如何安排，到了 Marine Lake 首先有一个必去的地方，那就是 Rockpile Viewpoint 的观景台。许多 Marine Lake 的经典照片都是在这里拍的，以前有一版20元加币用的就是这里的风景照。因为 Babel 塔和 Rockpile 都在湖的这一面，我们临时起意决定先去爬 Tower of Babel， 回头再决定下一步去哪儿。Tower of Babel 是湖边的一个小山峰，海拔2310米，从停车场到山顶单程不到3公里。开始一段走的是去 Cancellation 湖的步道，步道路口有一个醒目提示，要求最少4人同行。我们在路口等到几个同路的游客结伴进去，不久在 Tower of Babel 的山坡脚下分开，我们开始登山，他们继续穿过森林前往 Cancellation Lakes。 顺着它那个标记走啊。 Tower of Babel 不属于公园的官方徒步路线，没有什么路标提示，不过路口行人走过的痕迹比较明显，倒也不会错过。登山路线的核心是一条长约 1.5 公里的乱石斜坡，从这里需要爬升大约500米，坡度大而且长，主要还是这里的大小沙土碎石松动易滑，需要小心找到平衡着力点，还要留意从上面滑落的石头，所以网上的建议是佩戴头盔保证安全。我们无知者无畏，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类型的线路，虽然在网上提前做了许多功课，只是没有亲身体验，也很难想象。你看好前面的路啊，它有草的地方它肯定是土结实一些嘛。对啊，你就顺着这个往上爬嘛。其实想想还是有些后怕的，上面的人有可能不小心踢落石头。一开始我们还有些不知所措，爬得很慢，不时停下来研究一下。中间有好几拨人都超过了我们，还碰到了一位从 Edmonton 过来的老于，我们速度还差不多，大家一起登上了峰顶。网上很多人的记录都是3到4个小时来回，而我们用了快3个小时才到山顶。这上面就基本上看见这口了，这个现在两边这个口一合拢嘛，就是你那边到我这边马上就合拢了。上坡的时候我走的是右边，感觉那边很多地方石头结实一些，有点像台阶，不那么松软滑动。 Helen 走的是左边，沿着石壁走，松动的土路多一些，因为有石壁依靠，感觉安全一些。不过到最后我们大家的体会都是一样的，很不容易。对啊，这上面看一看吧。这还是要松石头。It'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I thought. Watch out for the rock. Yeah.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nice view out there. It's beautiful. Yeah, I stayed up there for a while. Nice. Enjoy. Yeah, thank you. Yeah. Have a safe way down. Oh my gosh, 我今天真是没想到，我以为是比较简单，2个小时，我觉得3个小时撑死，我没想到这么难。戴手套其实滑啊，手那个阻力大，对手的摩擦。你看看他那个攀岩的，那个攀岩的都不戴手套的呀。还走右边，一直往右边走，你就顺着右边走就行了。哎呦，没想到爬这么高，一会儿下去真是要小心了。哎呀，终于到了！跨过了坡顶的豁口，就到了山梁之上。向前可以看到位于另外一个山谷的 Cancellation 湖，向后可以看到我们来时的 Marine Lake。这是另外一个山谷吗？应该是吧。好了，现在就放那边，这到那刚才看见这个下面的山顶。一时间，之前的紧张和辛苦收到了回报，完全忘记了我们一会儿还要从这里下去。
之后从这里到山顶的路虽然也是很险峻，但属于正常的山路，就要轻松很多了。峰顶是一个巨大的平台，360度视角，名副其实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那个石堆。这个时候的天气也很好，云淡风轻，我们忘了时间，在上面逗留了1个多小时，才开始动身下山。对呀，我就想要去那就可以。对呀，不过爬上来挺直的，我觉得上面风景不错。哎呀我，招那个招真的是上来以后直。只是我现在就是害怕怎么下去。一步一步的下没关系，能上来咱们就下得去。哎呦，这个太难了，又陡又滑，再也不来了。下山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靠石壁的一边，这样可以侧身，手脚并用，双手可以帮助平衡，安全了许多，也快了许多。就石头再风化就不行。对呀，起码现在还有一点大石头可以扶吗？我都是沿着石头下的。对啊，反正我沿着，你要不行，你就坐着慢慢一步一步下也可以啊。因为是下山，脚下偶尔滑一下，也不会影响速度。我们今天的运气不错，刚刚下山就开始变天，乌云狂风西转了过来。等进了车，大雨也到了。我们今天在 Marine Lake 的行程就只好到此结束，下次再去 Sentinel Pass 了。这场大雨终于带走了上周热浪留下来的余热，2个小时过后，雨过天晴，让人们感觉神清气爽。为了不辜负这风雨过后的蓝天白云，我们决定前往 Peyto Lake。只是我们到了路口才发现 Peyto Lake 还没有对游人开放。最后我们去 Bow Lake 湖边走了走。同样因为今年雨水多，去Bow冰川瀑布的步道也没有开。